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旋风，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今天这一个人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要上微博热搜第一名不简单哈，他是谁？他是张本智和，跪地崩溃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打这个桌球的男团体赛的时候，他是扛了一个决胜点，结果被人家给逆转了，输给瑞典，所以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死可以让事情简单一点的话，宁愿去啊不要啦哈！我们还是呼吁大家理性好吗？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教练也跟他讲说，不是你的问题啦，不要这么样自责。张本智和是谁？他的爸爸妈妈呢，其实都是来自于对岸。好，后来呢说，因为呢他们到日本的桌球界发展，所以开始一家四口，包括他的妹妹，这一次其实也有参加比赛，都是规划为日本籍的。那他当时跪地崩溃，就这样啊，整个教练把他扶起来，这张图上了热搜。为什么会这样子？热搜第一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东京奥运。差不多3年多4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讲话很呛呢。他跟大家怎么讲？他说要击败中国对手，甚至还直接讲要击败中国夺金，要拿下这个他们的球王。这一些话就引爆了中国网友的怒火了。所以这一次呢，当他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网络上面开始在讲说，小时候信誓旦旦，现在知道了，世界变大了吧？不止中国人厉害，心态崩了。其实呢，讲到了桌球。有在看比赛都知道，那个真的就是所谓全华人哦，甚至呢，在中国这边太多好手了，就连不是中国的好手都会送去中国这边来做培训。这一次的奥运，你就看到了这个人，他代表的是谁？代表的是卢森堡啊，61岁的前中国桌球国手倪夏莲。这一次打比赛的时候，他打得很开心，甚至呢打得连中国人都在帮他来加油。听听他怎么说。莎莎是世界第一，人们又说我呢是世界唯一。我想全世界的人都看得见我们中国乒乓球的强大，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强大。我要跟孙颖莎和王子晴做陪练了。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帮到中国队。我觉得没有祖国的培养，没有中国队对我的培养，我算什么呢？应该这样讲啦，对岸很多民众呢，基本上对于他们之前的国手跑到国外去，然后求发展，大家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因为呢，你在这个中国，你想要代表出战奥运真的不容易，所以呢，去国外发展也不是只有倪夏莲一个人，包括谁？包括了田志希，那个时候呢入韩籍啊，后来呢，他这个前后的对照照片、对照组整形前整形后对照片呢，还让大家很惊艳啊。另外还有谁？还有这一次的美国桌球代表队，你有没有发现也全部都是华裔呀？那大家对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张本智和这一次确实让很多人讨论度很高。这次奥运讨论度很高的还有什么？还有所谓的禁药问题。好，这一回呢，中美奥会主席会晤，中方特别讲了，之后会轮到你们来办，希望办得顺利啦。但是我们也希望不要有长臂管辖，要让大家都顺利参赛。这一次呢，基本上就针对于有没有使用禁药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开始针对起来了。来，中国的泳队呢，现在被药检了600次。那现在呢，中方确实出手了，他们痛批。那美国呢？美国选手是不是有阳性仍旧参赛啊？是不是一个双标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也被发现了，说他们这个短跑的田径选手呢，是不是也有这些相关的问题？过往美国9枚奥运金牌得主也承认啊，他有3次阳性被网开一面。那为什么这一件事情却会这样被压下来呢？甚至还有人说啦，检出了兴奋剂阳性是因为跟女朋友接吻，这也可以，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问啦，是不是有双标的疑虑跟双标的问题存在？中美之间呢，其实从这个奥运场边到地缘政治，现在都是国际中的焦点，毕竟就是 G2。在美国的部分呢，现在选举嘛，贺锦丽呢要站上川普，华邮就直接讲了，现在看起来的支持度是拉锯的，关键中呢，川普这一边仍旧7个赢了4个，
可是当贺锦丽副手选了一个华资之后，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立场而造成一些改变？好，包括什么比较特别的是，他曾经去广东教书，交换学生1年，所以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呢，他是认为不应把中国视为敌人，又或者是说呢，他在那边生活过，去过30次，所以他不属于必须要跟中国树立敌对关系的那一类。真的是有华人士吗？那会影响中方的一些看法吗？当然，中方的回应就是一贯的，美国大选是他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只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领域上头，好，只要是美中双方，那都会变成焦点。所以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了？好，这一回呢，这个上了微博热搜第1名，很直接，就这几个字叫张本智和崩溃，您怎么看？主要是因为中国网友不喜欢他嘛，看到他输就看到很高兴这样啊，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奥运我觉得我们要挑好的来讲啦，像这种就是看到他输很高兴这样啊。事实上我看那个瑞典队其实有几个也打得相当好，是因为樊振东最后是跟一个瑞典在拼金牌嘛，那一场我有看瑞典队那个前2局还打得不错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是因为我对羽球比较熟啦。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公开赛啊，连欧洲来的队员都是中国人。美国来的也是中国人，就是桌球跟羽球这个现象特别明显啊。那这个就好像美国有一些篮球也会跑去打欧洲杯啊，那因为他篮球就是厉害嘛，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啦，因为坦白说你打得好，在中国你可能就没有变成国家队啊，或者你在国家队被人家淘汰啊，可是到了别的国家还是很厉害啊，对。而且他们的实力其实都很接近啊，说实在，所以有时候你跑去别的国家，反而有发展的空间啦。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去说啦。只是说你来自中国，张本智是10岁改成日本籍，他现在才21岁，那你有必要讲话那么嚣张吗？所以我讲白了，你就在讨好日本人嘛，就在证明说我已经是日本人了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跟日本跟中国的氛围也有关系啦，一点民族情节。是啊，那你就故意嘛，所以我觉得因为你是来自中国大陆，你又不是在日本出生，那又表现得那么决绝啦所以就让人家讨厌嘛。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样啦，不然一般人你就打好你的球就好了嘛，何必这样啊？事实上，那个福原爱，我们知道他也是打桌球的那他也是在东北训练，后来也得到奖牌。那他跟日本、中国都维持不错的关系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人的 EQ 的问题啦，就是这个人可能人格发展有问题啦，说实在就是这样那至于那个药检已经谈了很多了啦，我觉得中国队这次可能是有点故意，就是我就不抱怨、不抗议，那我最后能够赢得奖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觉得有点这样的意思啦。因为2019他被药检，有23个选手失去资格嘛，所以坦白讲啦，他这次被人家药检成这样，潘展乐还能够得到这个自由100米金牌，还有男子混合接力400的金牌，这个其实难度都很高所以我觉得实在是没什么话好讲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就是忍辱负重啦。说我们借这一次来洗清冤屈啦之类的不过这个中国队不要忘了啦，2028的奥运主办国是美国了。对。那我不知道美国到时候会不会叫中国队药检1200次这样。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最终还是要有一个标准出来啦，制度嘛，就是你基本上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去走啦，就是说。你如果要药检可以，那每个队员都一样，是每个队员都要一样多因为我们有去看数字啊，像张雨霏被药检了43次，那美国队平均一个大概是被药检11到15次，这个就明显不一样嘛那因为2028是美国主办啦，那如果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是非常恶劣那我真的难以想象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药检不是只有游泳有对，还有很多项目都有是那会不会有人就要用药检来搞你不知道
所以2028去美国的时候，记得别人请你喝的水跟东西都不要吃，自己带厨师，一定要这样啊！不止这样，还要带自己带菜，自己带食材，对，然后空运过去水都自己运过去，是，不然到哪里会出问题你都不知道。要请教一下盛峰委员了，您怎么样来看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啦，在这一次场边真的有太多的争点存在。是这样子，就是刚才阿亮讲说，这个再按照制度来，那美国人会生气啊。美国人是有制度的呀，美国人是来立法的啊。他第一个法就是这个楼琴科屋缓科技，这个缓兴奋计划，然后它是可以常被管辖的，可以追索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美国就恐吓，我美国的这个单位我要介入，那不听的话，我们是要准备要逮捕你，才引起国际奥会的反对嘛。这一反对了之后呢，国际奥会还恐吓嘛，说你这样子，那盐湖城的奥运我不让你们办了。结果呢，美国马上再定一个法，7月30号再定一个法，我那个法我一定要看，因为我不会念哦，叫恢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信心法。这是什么法呢？就是说我美国要是做检测了，你们不执行上，那 OK， 那我对你们的赞助就要拿掉了，因为他这个拨款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你卡住，因为过去呢，这个药检单位呢，所有的费用都是奥委会出的，那现在奥委会出一半，另外一半他自己要去筹，那美国呢出的大部分，所以说好，你不出，你不听我的，我就把你的话卡下来。所以你不要说人家没制度，人家还立得法了。那我们要国会改革立法都还立不成呢。那他为什么做比较少次？对啊，那因为它上面又有规定啊，就是美国人排除啊，美国人可以例外。是吗？是有排除的。就是他的例外主义嘛。这个我们专家应该很清楚，他的国际政治就例外的，这个也是例外主义，常被管辖，例外主义。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陆这次也要拿起来？因为4年后。就像亮哥讲的，要面对一个很严肃的挑战。但是各位想一想，一个竞技到最后，我到你家来比赛，我不相信你提供的东西，不是那个是对你的羞辱假如中国队去了美国，不相信美国所提供的，那是对美国的羞辱，因为我不相信你。那个的羞辱性是更大，侮辱性是很强的。那会不会这样做？我想。不得已可能比较，因为 kiss 一下都会有问题嘛，对不对？跟女朋友 kiss 都会有问题，那你说这多恐怖的事情呢 ？OK， 那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再来看呢，就是这一个张本智和这个事情，事实上只要能得奖，是华人的光荣，中华民族的光荣，中国人的光荣，哪看他是哪一个国籍，就是讲你不要让人家讨厌嘛。像谷爱凌的国籍，那到现在还搞，他可能不认为他是华人。那不管他，那就是你不能华人，可是你还是顶了一个华人的位置在那里嘛。那像谷爱凌，对吧？他的国籍到今天也没有人去讲究嘛，大家还是喜欢他嘛。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是你的态度才是一个问题啊。最后呢，就是这 words 啊，这个我们总是会有期待啊。我觉得不管谁，他只要当上了那个位置啊，吃什么饭上什么经啊，吃什么饭送什么经。人家有人家。那个位置上必须要考量的事情，不需要期待。尼克森对台湾多好，台湾当时对尼克森多好啊！我们之所以退出联合国，因为退出的前夕，他宣布说他要去访问北京嘛，那马上被卖掉嘛。最好的人是把我们给卖掉的人嘛，不是啊？雷根上台的时候，台湾多高兴啊！这817公报不就是雷根定的吗？那最后呢，再来一个6项保证，就公大街啊打你一个巴掌，然后呢小巷里有没有再跟你道一个歉一样的道理？所以谁对谁好，我们讲我们都不要去考虑那个呢，命运就操之在人。共和党跟台湾最好的，就把台湾给卖掉了。然后呢，卡特是民主党，就是跟他去定这个建交的。所以也不是要看党，也不是要看人，看自己，因为把这个两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副总统的身上啊，那也未免让他扛得太重，自己也变成太愚蠢了。是，请教一下吴老师怎么看？我先讲张本智好了。其实张本智人他是在日本出生的，他仙台出生的，所以他从小到大都是在日本受教育嘛，当然他爸爸是做的教练哈，从小是他启蒙老师啊，当然他爸爸以前在四川队打过。他妈妈也是中国的桌球
选手。是。那他在日本长大，可是他爸妈还是有灌输他中国式的打法跟想法。那张本智和人家在日本称他为少年天才，因为他少年，对他13岁就打败了水谷隼，日本男单第一。对，他14岁打败了马龙跟张继科。所以他等于是一个，我不想说年少得志，但是他成名的很早。是，所以让他感觉他的这个雄心壮志很多，所以讲出这些话来，网民可能不太喜欢。但是我想他在这个现在全球排名应该是第6还是第7，我忘记了，他排名也蛮好的哈。那他的未来还是很多可以去往前冲，不过他要知道说怎么样更谦逊，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 Walls 这位我们讲沙场老将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几天在讨论这个 Walls， 我想大家也讨论蛮多的。我们在想说 Walls 的特性是什么？好，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贺锦丽当初在选副手的时候，考量了这个 Kelly， 考量了 Shapiro，大家都在讨论这2个人，没有人讨论 Walls。而且明尼苏达州是传统的蓝州啊，蓝到发黑的那种。1972年尼克森赢了之后，后面没有一个共和党赢过明尼苏达，你选了一个兰州的一个传统的地方士绅的感觉哈，对，来作为副手，我想他的这个贺锦丽跟他们团队的想法很不一样。CNN 讲了说这个策略很 weird， 像奇特来讲，因为为什么奇特呢？因为他 Walls 是第一个人发出说共和党你是2个老川普跟小川普，你们是 weird dude， 奇怪的兄弟党，他就开始这样进攻，所以用 weird 来形容别人，或者是共和党也用 weird 来形容 Walls。说你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好像，不是传统的民主党精英，好像很重视中西部底层的人民的声音，但是你回过头来又说中西部那些州都是石头跟牛啊，所以他们也说 Walls 你这个人是2面不讨好。那当然 Walls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跟他的作为，你看他当过兵他当24年的军人，而且还去伊拉克服役。但是因为他服役有一个问题是被人家抓到说你要伊拉克要部署你去的时候，你说退休我想川普这一个也会抓到他，会继续去攻击。好，其实呢，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在战争啊，都没有人想要嘛。我为什么那个时候Walls被讲，就是说因为那个前线要打的时候，你就不敢去，对吧？好，那对美国人来说，英雄主义这很不能接受嘛。可前线在打仗的时候是有多可怕的一件事情？但你们来看到的是，在中东现在就担心战火的问题了。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哈尼亚死后，现在传出了纳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其实有对美国来承认负责的耶。这样一个说法跟他说，都不知道的说法是一样的吗？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说，其实呢，他有跟白宫承认幕后主使就是他。好，但是白宫是很生气的，因为觉得他在乔和，你在后面给我这个搞乌龙，是不是不让我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了？而且现在又换了一个更激进的接班人，所以他们就觉得你纳塔尼亚胡根本就是失控了嘛，因为没有在听人家讲话，自己就直接往前冲。伊朗目前呢，你一直看到他没动，好，本来8月5号要动，今天都8月8号了，没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伊朗的讲法是说，这个叫做心理战。我跟你讲，我已经跟他讲要打了。我一直没打，他是不是承受压力？这个时候呢，就是心理战的状态，因为他们很多地方的军事机构呢，说在最近都展开了军事演练，都在部署，都在做练习，所以大家要预期的就是说呢，如果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发生的会比较来得晚的话，会是有多晚？有人有预期啦，说可能是星期4、星期5，也就是这2天，可能这个星期会发生。可是呢，大家也要问，他没动就算了，旁边的这个兄弟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动作。真主党这边呢，也直接的讲了，说未来几天会是关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呢，好像有要独立于伊朗之外来行事，所以是不是真的都跟着伊朗的步调走？这一次可以看看。也许不是哦，甚至呢，埃及现在已经指示他们的航空公司了，说要避开这些领空，包括了伊朗等等，避开3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刚刚不讲嘛，他们在做军事演练，时间点出来了，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时间点会发生事情，都还不知道。只是呢，最近伊朗有在问附近，因为它距离以色列很远嘛，所以如果他要射飞弹过去的话，会飞人家的领空。他开始在问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了谁？包括伊拉克啊，包括约旦，在问说，我无人机可不可以从你那边飞过去啦？或者是呢，我这个导弹可能会从你这边飞过去啦？据说啦，伊拉克的立场模棱两可，约旦强力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怎么打呢？伊朗这边的讲法是说啦，
如果要停，可以，那你就去叫以色列直接接受加萨停火，停火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停了。这个讲话的人是刚刚上来的伊朗总统，叫做裴泽斯基安。其实他是比较没有那么冲的人，不是那么主战派的人，所以现在也传出了在地的报道，讲说他有恳求哈米尼，也就他们的最高领导，说是不是我们不要打，不要攻击以色列啊？如果攻击的话，有可能也会对我们自己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跟伤害。我们是不是能够重新思考呢？好，来了一个感觉相对温和的，但是以色列从来都没在软。目前呢，还是扬言要迅速的消灭哈马斯，特别是这个新领导人辛瓦尔。好，原因是因为呢，他就是那个10月7号的幕后策划人之一，所以他说一定要把他给拿下来。同时也呼吁大家什么？保持冷静，说他们已经在防御跟进攻双面都做好绝对的准备了，甚至呢，纳塔尼亚胡还是再次强调会战到最后一刻，绝对会把哈马斯整个都给消灭掉。好，所以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看起来啦，纳塔尼亚胡有消息传出，第一时间跟白宫这边来承认，但白宫很不开心。我这个话当然是白宫放的啦。这个我才不相信美国的态度，美国就是在演两手嘛。那奥斯汀派了12艘军舰去阿拉伯海干什么？这个才是真正有用的嘛，而且还要用双航母，是林肯号也要去，对，所以你那个军事动作这么明显，你还在说你对纳塔尼亚胡很生气，这不是逻辑矛盾吗？你拜登为什么不痛斥他，然后在军事上给他制裁？所以讲那种话都没有用啊。重点是，你拜登就开始祈祷了，这个11月5号之前这里不要炸开了，不然民主党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中东战争对民主党是不利的，会导致他内部的不同的族群的群体互相冲突嘛。是。那共和党没有这种问题啊，而且我讲白了啦，你认为纳坦雅胡是支持你民主党吗？对不对？我坦白说了，这一次美国大选最大的变数就是纳坦雅胡跟普京都希望川普当选，所以这两个人未来在俄乌战争的战场，还有阿拉伯半岛的战场会制造什么变数，你根本不知道。是，我认为这个事情贺锦丽可能还没有想清楚啦，因为基本上他没有国安团队拜登的国安团队并没有加入贺锦丽的团队啊。虽然说拜登已经战情室在注意，他有把他找去了。对。可是贺锦丽对于中东、对俄乌战局的发展有没有能力？因为你每天在外面跑，人家会问你啊，有没有能力应付记者的提问啊，或者是主持人专访的提问？我认为这个恐怕是最大的挑战。不会了，主流媒体不会让他为难了。他一定要接受媒体专访了。这个问题还没知道什么时候要专访。两个战争不可能不问啊。对。这个，所以我觉得他恐怕民主党要提心吊胆啊。那伊朗已经向联合国提出照会，说他要做自卫反击，是，所以他一定会打。对。那现在没有做，你刚刚说他好像维持一个心理悬疑的状态了因为上次他打以色列，事先有跟人家打招呼，所以大家知道上次4月那个就是打假的嘛，就是打一个军事基地，那就算了，交差了可是这次真的不一样了，人家在你的境内杀了哈尼亚，把整个加沙战争和平的钥匙给杀了，也把北京宣言给搞乱了。对，你伊朗没有做个表态，我看你那个总统下台算了啦。他根本不了解国际政治，你伊朗没有做动作会是什么样的处境你基本上就会被人家看不起而且人家是在你的国家内被杀对，不然你那个总统就公布证据说证明不是以色列干的。如果就是以色列干的呢？事实上那个宗教领袖就是这样认为嘛。你不可能不做军事上的动作了。那时间在拖我听到一种说法是，他们可能会考虑从比较近的地方打因为如果从伊朗打，距离1000公里嘛，那很容易被拦截。对，所以你刚刚不是提到吗？说约旦这个伊拉克是不是让我过一下
那现在传出来的说法就是，他要用他的圣城旅把武器给运到叙利亚，从叙利亚打，从叙利亚打真的会比较难防啊，比较难防啊。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啦，因为这个牵涉到他要打的目标，对，因为上次就是只有打军事目标，那他这次会连政府设施都打啊。那第二个就是要打几天，对，上次只有打1天嘛，是，这次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然后还有纳坦雅胡也不希望这个战争结束啊，对啊，所以我认为他只要被打，他就立刻再打，他可能就会直接打黎巴嫩真主党，因为纳坦雅胡有一个自私的逻辑啦，战争只要一结束他就下台了，是啊，所以他也不希望战争结束啊，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啊，事实上站在纳坦雅胡跟普京的最大利益是让这个战争对川普的选举有利了，那我就打到11月5号这样。好，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可能又是不同的切入点了。而且呢，请教一下吴老师，像刚这个亮哥所讲的，如果说他要移到叙利亚这边来打的话，那就表示上一次包括英国、法国不是在约旦这边帮忙拦吗？那也许他就没有办法拦了，是不是？这一次一定会跟上一次不一样，一定会更激烈，才有办法去平息，包括了民间，包括了阿拉伯兄弟们对他的一些指责或是怀疑。我们在讲研究国际冲突的时候，战争是堆叠性的，不断的叠加，像我们讲战争升级 （escalation） 啊。那当然，现在一开始我们像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双边战斗感觉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又被拉进来了。对，那当然他们后面最主要就是伊朗。那如果是后面是伊朗，我们要看伊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哈马斯的这个哈尼亚在那边暗杀，有一说是要挑战伊朗新选出来的总统，这名字很难念哈。佩泽西奇亚，对，真的很难念。他刚上台，然后就发生这事情，他在想什么？他其实是不希望伊朗整个牵进去，所以他不断跟伊朗最高领袖讲说，我们不要把这个战争扩大。问题是，4月14号那场空袭行动，其实伊朗已经有所忍有所不忍。我们为什么要讲有所忍有所不忍？其实刚才亮哥也讲到，4月14号因为那件事情伊朗发射了大规模的攻击，在300多架无人机，还有200多枚的这个巡弋飞弹弹道飞弹，然后呢，在99%被这个以色列防空系统给拦截了下来。那当然这一件事情感觉起来它是一个宣示性、象征性，伊朗告诉以色列说，你再这样下去，我们会有更多的动作。但是因为毕竟它超过1500公里，伊朗对以色列超过1500公里，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很难，而且战况很持久，对伊朗的经济不太对。所以他们这次可能会用他的我们讲代理人像我们讲黎巴嫩真主党来作为一个更激进的挑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打仗也不是第一次了。1982年第一次以色列跟黎巴嫩战争，那时候主要是以色列的英国大使被暗杀，受伤了没有死，那以色列就报复打了黎巴嫩。2006年第二次以色列跟黎巴嫩战争，那当然那个时候也是边界，黎巴嫩真主党跑去杀了几个以色列的军人，然后以色列就开打所以过去你看以色列黎巴嫩不断的这个冲突那我们可以看到中东的战争其实它是有不断的双边，甚至2个双边之后会有大型国家加入，包括约旦跟埃及。所以这一次美国立刻派了特使去了跟约旦跟埃及的领袖说，你们要克制，不要把这个所谓的双边的冲突扩大成联盟间或者是1对多的大规模冲突。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前5次的中东战争就是以色列跟几个国家有领土冲突之外，它变成一个联盟间的大规模冲突。那我想在最主要看的还是埃及啦。埃及目前塞西的看法是他不想要参与这种浑水因为埃及目前的经济不太好，那个埃及镑一直在我们讲埃镑一直在跌因为我刚从埃及回来前几天我去那边看一下我刚好要回来的那天是8月2号，然后我们在机场旁边的过境旅馆呢，听到很大声的一个爆炸声响，我们以为是有人在关门，其实不是我们应该是战斗机在起降的时候发生了音爆。所以我们的团员大家都非常紧张，说是不是要打仗就开始都问说是不是要打仗。我说应该不是，因为如果真的是飞弹或是任何飞弹来袭，你会听到防空警报那因为我们那个
旅馆是离机场很近，所以我想应该是战斗机在巡演。当然，今天这个新闻有出来，埃及他们也在开始做一些军事的演习，也是有可能。但是我想，以目前埃及的情况，他们想振兴经济还有塞西的看法，他跟之前萨达特不一样了因为萨达特这个一直认为这个西奈半岛是他们的，然后被这个以色列入侵，他很过意不去，所以发动了第四次的这个中东战争。但是我想塞西他还是专注于国内的经济那当然约旦也是一样。确实啊，专注国内经济啊，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啊，人民肚皮过不好了，就容易有反动嘛。但请教盛峰老师，对中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跟稳定，看起来现在就很不安嘛。是我先揭穿一个事情吧。他说伊朗国际频道报道，伊朗的总统这个向最高的这个宗教领袖讲，我们不要打仗，这一打仗我们埃及对吧？伊朗会完蛋啊，这么一个消息。那我就想说，这个伊朗国际频道是个什么玩意儿？那我就去找了，这个呢是在伦敦。是在伦敦而且是在支持伊朗的民主运动的我不用讲了，那什么玩意儿，什么调子你就清楚了。所以不要被这个高大上的名字是吓坏了这种消息你就把它丢一边。事实上，这个地区现在是世界各大国都牵涉在其间，而每一个大国是有不一样的思考。对美国讲起来，派的军队是一种态度；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想用军队来威吓，就到此为止。他的意图很清楚。那么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希望这一场战争就给它燃起来，因为相对可以减轻他在整个的这个俄乌战争上遭到的一个压力。那对中国讲起来，可能有什么？他可能不希望这里他再发生动乱，因为他好不容易把中东从一个混乱的局面能够小和解、大和解，形成一个中东的一个态势，然后让自己在国际社会上出现是一个不同于用霸权、用军力来战胜大国的这一种形象，他不希望因为这样子而毁了。因为只要一战争，所有的情况都会发生变化。那你可以看得出来，站在欧盟的角度来看，他也希望这个战争最好，因为这也会涉及到他已经在俄罗斯那边搞得他的能源已经一个头8个大了，这个时候再来一个，我想他也是完蛋了，会受不了的。而且经济都弄得很差，极右派势力一个不断的出来，同时这个再一打下去，会不会造成第二次的难民潮？然后会不会造成第二次的移民压力啊？这个整个欧洲简直是几头莫得修。所以现在最想打的是谁？就是纳坦雅夫。那美国呢？美国是纳坦雅夫的孙子是他孙子他就这样搞，美国敢怎么办？美国连公开谴责都不敢，最多只是换个话。所以有人他来跟我讲了，那讲完之后你应该扒2个巴掌回去，有没有？然后逼着去处理事情，不是？他一方面要派军队去，所以我认为伊朗的这个行动会发生在什么时间？假如我们把国际政治跟美国的政治的奥妙把它联合在一起的话，一定会跟民主党的大会有相关。是在哪一个重要点他会切入进去？因为这一进去就好像这个贺锦丽本来在礼拜一要公布人选，为什么延到礼拜2的下午？因为礼拜一不能公布嘛，她老公的这个绯闻出现了，然后呢，这个中东的危机出现了，他这个新闻是不见的，所以他只有熬到礼拜2。可是呢，礼拜一对他很重要，因为礼拜一公布了，礼拜2这个大会这样子下来，他等于有2场造势了。结果他现在只能是用了1场造势嘛。所以从这一个情况下，世界上也看得懂，研究美国的专家也不少，所以我想战略上的考虑一定会把这一个发动点跟民主党的大会有没有会把它巧妙的看一个怎么样的连结，会让整个民主党他个莫内修，因为毕竟今天主政的是谁？还是民主党嘛，还是拜登嘛？我想从这样子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有趣一点。好，其实呢，现在大家就在讲了，美国现在呢，它其实不是只有中东，现在呢看到它好像有一点力量不那么触及，它现在其实呢也想要把手伸到印太来。好，可是问题是印太这边不是只有你而已啊，目前发现欧洲也都开始进来了。来看到德国现在说要派兵驻扎到南韩，联合国军呢要扩增到18国，让中方这边直接讲了，说这合法吗？好，因为呢德国要即将在38度线这里
部署军队。南韩这边当然是觉得，又多了一个哥哥来帮忙我站虾，很好。可是算不算是为半岛局势火上加油？这个没人知道。所以朝鲜这边呢，当然是非常的生气啦。那德国的讲法就是说，因为呢，我们跟印太的安全紧密相连，欧洲与印太，美国与印太，感觉这个替换词都可以代换掉，甚至呢还承诺他们有和平安全的承诺跟保障。爆发战争的时候，我们会来保护你。好，讲都是这样讲，但事情发生了会是怎么样呢？不管最后如何，态势要先做出来。南海这里呢，同样他们也都在插手，美澳加菲4国就在这边联演了。所以呢，看到了解放军他们开始有一些动作，包括了在黄岩岛这里战巡，同时呢，他们这边强调要展示的是3大能力。好，包括什么？包括了检验战区部队的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基本上就是告诉你我们会来真的，不会只是做样子而已。好，其实在这边呢，你看到了美国近日说要跟日本这边一起来合作弹药，对吧？好，现在也看到他们跟澳洲这边要来合制什么导引武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呢，他们自己那边做不来，所以呢，赶快发包出去，这些兄弟们来帮忙。Austin 直接讲了，说也就是表示未来海上巡逻机呀、侦察机呀，就会开始在澳洲的北部这边来开始行动。好，到澳洲这里来，南部在澳洲这边，北呢在日本这边，基本上合起来就是什么南北之间呢要有所呼应嘛。菲律宾这里当然也要动起来。海域法现在呢说是已经立法过了，好，最后就是签小马可是他要不要签？如果签下去之后，这个中方一定会大大的反击。原因是因为这个法呢，其实它是明确的划定了菲律宾的领海范围，那当然就会踩到中方这里的点嘛，所以他们已经发出了严正警告，就怕下一步会不会更加的激烈。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美军其实一直在做评估，他们不是只有评估说呢，在印太这一边跟中方真的对起来的话会怎么样，他们也评估中俄对于美国本土的军事威胁。这里面呢，他们就特别提到了说，美国地理呢是得天独厚，那基本上他们有一个大西洋、太平洋左右两边的给他们的安全屏障，但是他们强调中俄现在大力投资要攻击我们境内为目标。这句话讲的其实呢其来有自，来看看6月12号记得吗？俄罗斯不是呢就把他们的这个核潜艇直接开到古巴那里，距离佛州160公里。好，上个月不是看到了中国4艘军舰啊到哪里？阿拉斯加外海，那个时候阿拉斯加这个参议员不是还很紧张吗？好，那个时候他们也说自由航行，没事。结果呢7月24月底的时候，发现了俄罗斯的图95啊、轰6也到了他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他们开始会紧张，因为呢，在1900年之后，他们参与了100场多的战争。从来没有在他们的本土发生过，所以日本呢，他们之前曾经研发一个什么气球炸弹，好，当时呢说造成了美国2战唯一的本土伤亡，也因为这样呢，后来才发现了他们在1942年的时候有一个东京大轰炸事件，他们的飞行员飞到了日本本土这边，打破了他们从来本土不受攻击的神话。怕的是什么？简单的讲嘛，为什么现在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对于战争感没那么样的紧迫啊？原因是因为100年来，他们虽然一直有在参与战事，但都不在他们家中。他们在意的是，如果他真的会来我们家的话，那就严重了。所以想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好，现在呢发现了，不是美国插手而已，德国手也伸到了朝鲜半岛。我这个只是说联合国军，我想参一份啊，是因为他那时候才战败没多久嘛，那他就觉得好像没有参一份，这个就是有点没有国力的象征，是吧？也不是国力啦，就是被人家看不起啦，跨国啊，就是你是战败国嘛，那你现在就觉得说我现在已经恢复统一了，我是正常国家了，所以他就想来参一咖啦，就这样。我倒不认为他是真的要介入东亚的布局啦，太远了啦。事实上，欧洲更想介入的是英国啊。那英国每次都派那个破船来，那个飞机还要跟美国借，因为实在太贵了啦。你从欧洲开过来要多少油啊？所以我是觉得不现实啦。所以我认为那个只是象征性的意义啦。是。那亚洲
还有因为俄罗斯现在又掺进来了，所以就使得亚洲，坦白说了，现在我们讲太平洋就不能够只讲西太平洋了啊，就是它现在也联动到北太平洋，还有南太平洋，所以现在各太平洋已经在联动了啦。因为你刚刚讲到阿拉斯加那个就是北太平洋，再往北嘛，那就进入美国的地盘啊。对，那基本上坦白说了，在洲际飞弹发明之后，事实上人类的战争就已经都被重新定义了啦，尤其是洲际飞弹再加上核弹头，所以事实上俄罗斯早就可以打到你了，那只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的近海我都可以进入，那美国当然是更麻烦啦，因为到时候你可能会有，比如说这次去的那个战略轰炸机，是不管是轰6或者是图95，那基本上它能够涉及的那个飞弹都是可以装核弹头的，而且比如说以中国来讲，常见10就可以射3000公里，所以哪有需要进入你的领海啊？事实上到阿拉斯加中段大概就已经可以打到美国了。那本身也是核弹头啊，那战略核潜艇，你说俄罗斯战略核潜艇接近古巴，其实它不用接近古巴也打得到美国啊，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还是要秀给你看啊？因为你常来我家，所以我觉得它的用意并不在于说，哎，我可以打得到你，不是，而是你为什么可以常来我家？所以我说我也要自由航行啊，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义啦。就是你一天到晚在那个东海啊、台海、南海那边绕来绕去，那现在中国大陆它的军舰还有战略轰炸机，战略轰炸机本来是飞不到的，要有加油机，那可是它跟俄罗斯合作啊，从勘察加半岛起飞啊，那就飞得到了。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义啦，就是在跟美国警告说，你不要一天到晚来我家啦，你要自由航行，是不是？那我也比照办理啊，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义啊，而且我认为会是玩真的，因为中国大陆的作战舰实在太多了，你总要出去逛逛啊，不然待在家里干嘛啊？所以未来啊，本来以为中国的作战舰本来是往南太平洋那边走，对啊，那现在看来北太平洋也会有蛮多的啦，以后搞不好会师在夏威夷都有可能哦。哎呦，反正就是会，哎呦，我不是中途岛啊，夏威夷啊，那就在中间啊，不是吗？所以我说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大陆的作战舰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了，是，那他一定要出去动一动啊。他现在是因为只有3个航母，坦白讲，第3个那个舰队还没构成，是，那未来如果有5个航母舰队呢，那不去绕一绕，憋在家里都憋死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难以阻止啦，而且它的那个贸易这么大，本来就要有护航的舰队，所以各地也会开始有那个协作的码头啦。那这个美国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中美未来在海权的争霸，我认为北太平洋、南太平洋都会越来越激烈。就是海上，因为现在毕竟美国现在有很多个据点嘛，那中方据点并不多，那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海上争霸？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专家继续解析。好，我们刚刚讲到了，现在呢，在亚洲这边局势不太一样，所以想要请教一下吴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因为看起来美国好像很担心的是，有一天会在自家发生事情。是哦，这个亚洲还有南海，我觉得还是要非常关注，因为现在南海除了秀肌肉之外，他们进入到一个法治战的规模里面。你看这个菲律宾为了反制中国，先制定这个海域法。对，这个海域法是什么？其实它是菲律宾为了针对几个中国在上面填岛造礁，甚至像美济礁上面有飞机跑道军事化，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在他们的岛屿上面划定所谓的领海基线，就从这个12海里，从基线开始到12海这领海，领海旁边还有连接区跟专属经济海域，他都把它很明确的画出来。那代表说什么？代表说如果你违反我们这些所谓领海或者专属经济海域的规模，它可以罚款。那当然他们有说，这些的划法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在做的。
问题是，如果大家看南海那个地方，你怎么去画那些领海极限跟怎么画画都踩到别人 EEZ？ 家。对，因为基本上光伸索区的哈，就菲律宾跟中国大陆是两个是交叠的。对像仁爱礁哈，像仁爱礁，甚至我们现在讲的美济礁，它就在对面而已。这两块依照中国的画法，它在中国的领海里面的伸索区里面。菲律宾说不，那是我的，因为它的伸索区画在另外一边。所以仁爱礁、美济礁这两个地方，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冲突的地方，我们要特别去看，因为美济礁上面的攻势军事化的攻势已经做得蛮完整的。那仁爱礁现在是我想 Second Thomas Show 是现在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在竞争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他们要画这个要制定这个海域法，我想是有原因的。那当然这也让我们想到前几个礼拜菲律宾跟越南又向联合国申请所谓的大陆棚延伸哈，我觉得这是一套的战略哈，他们认为要用这个所谓依照法治的观念哈来作为他们要怎么抵抗中国大陆在这上面不断对他们的这个伸索，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在上面它已经有既定的设施跟他们这个九段线的所有的公布哈，那我想在小马克思的任内，我觉得他在不管是从我们讲从这个军事方面，从法治上方面，他做了许多挑战的行为，我觉得南海还是不容乐观。好，虽然他们已经谈了啦，说大家都克制，都理性，大家有话好说，但是呢动作都不断。等等回来就要请盛峰老师帮我们做总结了。节目最后要请盛峰老师帮我们总结。这样子用几句闽南语成语把这3件事情就可以讲完了。哎呦，第一个，这个德国跑到韩国来，然后要加入联合国军了，就是说无代无志了，就要躺大卡成鸟了。这平常讲，跟那德国有啥关系？那南北韩的冲突，那18000里远，这是蹭什么嘛？是一点意义都没有，除了去蹭美国、捧美国的 LP 以外，在我的看法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为什么？干嘛要给自己去扯这个麻烦呢？那第二个呢，就是菲律宾了，菲律宾去定这个法。很抱歉了，国际政治是很讲实力的。我的卡车卖假的下药啊，没有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个泻药啊。定了以后人家不理你怎么办？这就像我们也讲了，钓鱼台是我们的，那台湾也讲了大半天了，然后还有我们还涉及呢，又是说完。那现在谁在那里绕？大陆的渔政船在那里绕了，大陆的海警船在那里绕了，我们是绕不去。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事情，它就是。摆在那里嘛。第三个呢，跟美国这一次也不要抗议了。台湾人讲下摆无落水的久了，那你是下摆了几十年了，你领的自由航行权，全世界哪个地方你不能去？但是我家你不能来。结果现在有人也用了自由航行权到他的家前面晃一下，有没有？他受不了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大家在国际上。假如一切唯利是问的话，大家出不来。照道理讲是应该菲律宾来要求一个大国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反而是中国这个大国在希望说菲律宾我们大家来协商这个问题。你看南海行为准则所规范的是什么？冲突大家有个根据，利益大家有个分配的原则，这是大国定的。那当然谁不希望南海行为准则定出来？最不希望的人就是美国嘛。